用一些树杈和几条橡皮筋，就可以制作成一个全自动的钓鱼装置。鱼儿一旦咬钩，全自动钓鱼装置便立马触发机关，直接将河里的鱼儿拖到岸上，全程不需人工干预。今天胡子哥在河边找到了一块制作钓鱼装置的风水宝地，他拿着小石块，用力敲打着2根带有树杈的树枝，使其牢牢地插进泥土里，而树杈之间的距离大概有30厘米左右。自动捕鱼装置的2个支撑点就已经完工了，然后把事先做好的滚动器放在树杈之间。为了测试滚动器的灵活性，胡子哥还特意仔细地检查旋转过程中是否顺畅无阻，确认旋转效果达到预期之后，胡子哥又在离滚动器1米左右的地方，将一根稍长的木棍深深地打进泥土中，让其只露出15厘米长的木段。为了确保木棍插在2根树杈的正中央，胡子哥还特意俯下身子瞄了2眼，看见前面泥土不怎么平坦，还用手加以修整压实了一番。为了防止滚动轮在旋转的时候越滚越兴奋逃离轨道，于是用绳索在树杈之间来回捆扎，前提绳索不能碰到滚动轮的轴承，以免增加绳索与轴承的摩擦力，导致旋转回收鱼线的时候力度不够。2边都捆扎好之后，胡子哥还是不太放心，于是再次用手转了几下滚动轮，确保装置稳固和旋转都没有问题之后，全自动钓鱼装置就进入最后的动力设置。这个设置环节也是整个捕鱼陷阱的核心部分。胡子哥先在滚轮器的轴承2端绑上并缠绕一小段麻绳，紧接着在后方的木棍上再用麻绳将2段橡皮筋牢牢绑住。橡皮筋就是整个钓鱼装置的动力来源。捆扎好之后，胡子哥还特意用双手试了一试橡皮筋的拉力，既要确保橡皮筋有足够的拉力，同时也是保证2边橡皮筋的长度是一样的。这是为了确保装置被触发的时候，2边橡皮筋回拉时候的拉力要保持一致，不能出现一边拉力大一边拉力小的问题。接下来分别把轴承末端的2根绳子与木棍上的皮筋绑在一起即可。在绑扎的过程中，一定要确保钓鱼装置受力均衡。绑好橡皮筋之后，整套全自动钓鱼装置就基本完成了。胡子哥急不可待地开始测试起来，他双手同时握着轴承左右开弓旋转，使得轴承上面的麻绳不停地卷缩起来。与此同时，绑在一起的橡皮筋也被拉长。随着橡皮筋拉伸的长度越长，也就意味着整套钓鱼装置被触发时，它回收鱼线的速度和动力就越大。看看胡子哥松手后的一刹那，整个滚动轮在橡皮圈的拉扯之下，迅速而稳固地不停转动着。全自动钓鱼装置的动力系统已经大功告成。胡子哥为了钓鱼装置能对得起全自动这个称号，于是在滚轮上面绑好一根小木棍，而它的作用就是一个触发装置。接着用一根竹子横放在树杈下方即可，卡住滚轮上的木棍，会随着有鱼咬钩拉动鱼线，整个钓鱼装置就会立马被触发。胡子哥为了万无一失，再次把滚轮2端的麻绳卷在一起，用竹子卡住滚轮上的木棒，接着用刀子轻轻地触碰开关。果不其然，在橡皮筋强劲的回拉之下，滚轮瞬间高速转动起来。此时全自动钓鱼装置已经全部完成，接下来便是实践检验真理的时候了。胡子哥将滚轮里的鱼线拉了出来，与此同时，2边的橡皮筋也被拉长蓄力。在确保鱼线足够长的时候，再次把竹子卡住滚轮的木棒上，然后在鱼线上面绑好鱼钩，挂上饵料。为了能够将鱼钩沉入河底，鱼线上面还绑上一小块石头，接着将鱼钩抛入河中，等待鱼儿上钩即可。胡子哥做事确实非常细腻，为保证鱼线回拉的时候不偏离方向，他还在前面安装了一个小树杈，用于固定鱼线的回收方向。在树杈上还用麻绳来回拴住，同时为了确保开关足够灵敏，下方卡住木棍的地方也尽量不多不少，以确保万无一失。不得不说，胡子哥的心思比女人还要细腻缜密。用摄像机记录全自动钓鱼装置的精彩瞬间，当然少不了胡子哥把镜头对准装置，调好角度，一切准备就绪，只等鱼儿自投罗网。镜头拍摄时间已经来到4分56秒，河里的鱼线开始有所动静。在鱼儿咬钩的一刹那，被拉动的鱼线瞬间触发机关，而卡在木棍上的竹子顷刻间掉落，神经绷紧的橡皮筋瞬间如释重负，快如闪电立马收缩，而河中的鱼儿则被强行拖扯上岸。
等待胡子哥的从轻发落。昨晚胡子哥转转难眠，他觉得白天制作的全自动钓鱼陷阱效率太低了，于是又有了一个新的鬼点子。他这次要在河边布置一个精妙绝伦的八卦迷魂阵，就是这个看起来不咋地的圆形陷阱，却是捕捉河里鱼儿的神兵利器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胡子哥背着双肩包，手拿木棍，独自一人来到河边观察河流的基本情况。这身行头是他多年荒野求生的标配与行事作风，先观察，再行动。很快他就锁定了一块用来布置迷魂阵的风水宝地。随后胡子哥在背包里面拿出了一段绳子和一根特制的小木棍，在靠近河边位置的中央插上一根长长的木棍，然后用绳子绑在木棍的下端，而另一端绳子则绑在特制的木棍上面，用绳子作为半径的距离。接着利用特制木棍在松软的泥土上面画出圆圈。为了能画出相对匀称的圆圈，特制木棍必须时刻保持绳子都处于紧绷的状态。胡子哥一边倒退，一边用力刮擦地面，手法熟练，节奏顺畅，木棍所刮之处必定会留下刻画痕迹，且泥土翻起。很快第一个超大的圆圈就这样被画了出来。紧接着胡子哥把绑在特制木棍上的绳子缩短了40厘米，继续以缩短绳子作为画圆圈的半径。等两个大小不一的圆圈都被画出来之后，胡子哥便将它们中间隔着的泥土逐一挖掉。而此时特制木棍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，有一种我们小时候农村玩泥巴的感觉。用最原始的方法，拿最原始的工具，一刨一挖，乐趣无穷。转眼之间，胡子哥沿着圆圈的轨道，竟然挖出了一个有40厘米宽、30厘米深的小水沟。经过1个多小时的刨根挖地，八卦迷魂阵的外圈基本上完成，真是不得不佩服胡子哥的耐力与精神。迷魂阵的进出口必须跟河里的水打通，河水顺着入口源源不断地流了进来，很快就填满整个迷魂阵的小水沟。紧接着胡子哥继续对迷魂阵进行深度加工，继续利用绳子和特制木棍，在迷魂阵里面再次画出第3、第4个圆圈，同样的将圈内的泥土用手将其刨出扔掉。完成这次任务所用的时间明显缩短了，因为圆圈的大小直接影响施工进度的快慢。等到中环基本上成型之后，胡子哥第3次将绳子缩短，用同样的方法画出了第5圆圈。只不过这次有所不同的是，胡子哥直接将第5个圆圈里面的泥土全部掏空，形成整个八卦迷魂阵的阵眼。紧接着胡子哥用了45分钟的时间，按照等间距离的方法，在每个大小不一的圆圈之间挖出10个相互交集的进出口，内圈5个进出口和外圈5个进出口，而且它们的出口位置必须错位交叉，因为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，就是要把进来的鱼儿迷得神魂颠倒，神经错乱，就像我们小时候玩迷宫大逃亡那样，一旦进入迷魂阵之内，毫无方向感可言，而最终的结局就是等待别人搭救。我严重怀疑胡子哥是处女座的，八卦迷魂阵都基本完成了，但他还是追求精益求精。他用双手不停地在各个出入口进行人工抛光打滑，看着胡子哥做事认真，一丝不苟。镜头前的您，确定不来一个强烈的点赞吗？胡子哥打磨完成之后，他把家里带来的特制面团按压在木棍上，木棍和面团的结合犹如一根巨大的棒棒糖一般，然后将其插入迷魂阵的阵眼中间，插入的深度与水位刚好没到面团的一半位置。这么一来，面团的香味很快就会通过河水散发到迷魂阵的各个角落。胡子哥为了引诱河里的鱼儿能更快地进入陷阱里面，他拿着另一袋特制面团，在河流与八卦阵之间的进出口毫不吝啬地一撒到底，然后沿着陷阱的四周围也撒上一些。看来胡子哥运用孙子兵法的境界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，融会贯通。正所谓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呐，整个大型八卦迷魂阵就这样大功告成。这气派，这造型，简直是荒野界的一大艺术。究竟效果如何，我们也只能拭目以待。第二天大清早，胡子哥已经背上背包，左手拿着一块木板，右手拿着大盆和抄网，声势浩荡来到了昨天布置陷阱的位置。胡子哥放下所有东西之后，便拿着木板和抄网，轻手轻脚赶了过去。他第一时间把木板插入出入口，木板大小刚好合适。为了不会出现漏网之鱼，胡子哥把猎物最后的一线希望之光也用泥巴给堵上了。
此时已经进去迷魂阵的鱼儿，真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胡子哥拿起抄网开始表演瓮中捉鳖，第一把抄网下去，竟然捞到了泥巴。难道八卦迷魂阵里面根本没有鱼儿吗？随后胡子哥便向着阵眼中央走去，他睁大眼睛，一个抄网下去，正中目标。一条体态优美的大鱼就这样被胡子哥无情地抛弃在地上。随后胡子哥更是双手并用，使出海底捞月和擒虎拿蛟等武林绝学，很快一条条的大鱼尽收网中。胡子哥来来回回折腾了好几遍，最后使出了一招独门秘籍横扫千军。八卦迷魂阵里面的鱼儿很快就被胡子哥全部斩于马下，尽数收入囊中。此时带来的蓝色大盆也派上用场，将捞上来的鱼儿全部都放到盆内。接着胡子哥拿起抄网，再次来到八卦迷魂阵里面打捞一番，看一看还有没有落网之鱼。他里3层内3层捞了一遍，果不其然，迷魂阵里面居然还藏着一条最大的鱼儿。整个大盆里面大大小小有15条鱼儿，粗略估计全部重量应该有20来斤。本以为胡子哥会把今天的收获全部带回家，怎料他只取最大一条，其余放归自然。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这才是真正讲武德之人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我的视频点个赞加关注，下一期我们不见不散。